所以再把性骚扰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聊，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那个什么不是飞机妹，你有买吗？没有。嘿，好朋友聊聊天嘛，我是哥哥刀神，我是妹妹丹。对，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？我们今天要聊最近非常火红、炒热热的话题，就是鸡排妹跟立勇哥哥的性骚扰事件。对，今天这个性骚扰事件呢，我们跟别人的节目啊、别人的观点都不一样。没错。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点，因为我认为所有人都搞错焦点了。什么焦点？应该这样讲，我觉得在鸡排妹跟 Only 有事件这件事情上啊，他们跟一般的这种性骚扰事件有一些非常不同的地方。这个问题的话，第一个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的关系？应该是说公众人物让这件事情放大了。OK， 但是呢，其实我觉得这事情是非常特别，就是一般我们在看很多性骚扰案件的时候啊，大概舆论都一面倒向女生。对，没错。但这件事情很妙的是，女生有人力挺，男生也有人力挺。对，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有点奇怪。那会不会是因为舆论大众对于鸡排妹跟 Only 原本有些人设的设定？其实你讲对了一个关键哦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因为大家对于人设标签先放到了第一位，所以再把性骚扰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聊，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那个什么不是飞机妹，你有买吗？没，因为鸡排妹。对，她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贴的标签都是属于性感的那一个路线，对，比较性感。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会认为，这不就是因为你是这样子的人吗？所以人家才会对你下这样的手啊。但是穿的性感，不代表说我可以让你摸或让你没错啊。而且这里面还有一堆舆论是说，因为 Only 有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，所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他口碑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到底一个性骚扰事件，你看的是事件本身，还是在看个人标签？现在目前感觉大家都是看个人标签比较重。不好说，我觉得不好说。不好说的点是什么？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假设今天被骚扰的不是鸡排妹，是一个刚毕业、刚步入社会的职场小白，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怎么样？大概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帮职场小白全面倒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我们把职场还是回到鸡排妹，骚扰她的是曾经犯过罪但已经改邪归正的平面老百姓，你觉得这舆论会往倒？哇，他会往哪倒哦？等下，鸡排妹哦，鸡排妹跟一个犯过罪，但是他已经改邪归正的平民老百姓，也有可能是导向鸡排妹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难道就是因为鸡排妹是一个被贴上这样的人设标签，所以舆论网 Only 有这边倒了？要不然照理讲应该都是帮助女生的。对啊，都是因为女生是弱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。其实我觉得大家讨论到后面啊，已经不是在讨论性骚扰，其实我觉得已经在讨论一个标签的歧视。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，它其实应该称为行为人跟被害者。行为人跟被害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是被害者，照理讲，不论他的身份是什么，他的职业是什么，他的行为是什么，他一旦被骚扰了，其实都构成了犯罪才对，对吧？没错。不管行为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、什么样的职位，哪怕你是高官，哪怕你是明星，你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不对了，对吧？对。但是这个问题就已经尴尬，两个都是明星，然后呢，一个是这样的标签，一个是这样的标签，所以反而是反过来的耶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奇怪的吗？那这个问题就会回来了，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，就是女生如果她是穿的比较清凉，那她如果被骚扰是她的问题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对，你会觉得不是嘛？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鸡排妹就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很奇怪？但首先我先表明一个立场，我没有任何认为谁是对谁是错，因为我不是法官，而且我们也不是当事人。对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讲，我只是好奇了，是不是因为鸡排妹的身份特殊，她的标签化特殊，所以她就被合理化，应该会被人家这样子侵犯。
那也是不是因为 Only 的过去的身份是比较正直的正派的，所以他就应该不是碰人家身体的那个人。当时他们有聊到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鸡排妹为什么不当场拒绝？很难吧？因为不瞒哥哥你说，我以前也有被骚扰过，就是性骚扰过。那因为我的工作以前是卖精品的柜姐嘛，那每天都打扮漂漂亮亮，跟一些有钱人的男顾客就是销售，那难免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那可能被摸摸小手啊什么，其实当下是非常难拒绝的，因为当下第一个，你还要做生意吗？我还要做生意，我还要顾及身边的人，那我还要顾及说，我现在拒绝的话会不会影响太多人什么？这有太多心理层面在那1秒钟，我真的也没办法去分辨是我该怎么做，你没办法，所以我不觉得说应该是当下或拒绝或者什么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当下拒绝这件事，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是真的是太难，基本上没有人会这样做，除非他可能像身体啊比较大夸张一点，比如说他的拒绝，因为我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当被骚扰的时候，其实你脑中会出现一个判断是，他让我不舒服了吗？对，他是在骚扰我吗？所以你会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讲出来？可是如果他的那个骚扰是直接就很 over 就袭胸啊，就很侵犯性的或者什么，我是觉得就可能会，我可能就会比较反击比较大，但是我们要看。应该是说这件事情当中，当下没有拒绝或是没有表明的话，不代表说他就是可以接受。所以你聊到这个，应该是说不当场拒绝其实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但未经别人允许触碰别人的身体就是不对。没错，这就是有错的。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提出另外一个疑惑。好，你说。那如果今天是男生被女生侵犯呢？如果今天一个男生，说，我被这个女生袭胸、摸臀，甚至触碰不该触碰的地方，你觉得？以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觉得就是性骚扰这个事件是没有分男女，只要你让另外一方不管是男或女不舒服，他的这个东西都是成立的。因为这件事情啊，我很好奇，我就好奇嘛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，男生就是开记者会说啊，我被这个女生性侵了，我被这个女生侵犯了。会不会有人理你？对，会不会有人甩我？我很好奇这样的事情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查过，在大陆的法律上面啊，如果男生被女生性侵犯，不是骚扰，是性侵犯，是不构成犯罪的。真的哦？也就是在内地，如果男生被侵犯的时候啊，通常会有一种就是你赚到了那种感觉像是这样啦。但是我这样讲当然是比较轻浮一点，可是不应该这么讲。我只是说，在法律上啊，在男生被侵犯是不构成犯罪，但在台湾，男生如果被女生侵犯是构成犯罪的，是构成犯罪的。但是至于采不采信，还是得看证据，还是得看法官信不信于你是被侵犯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很奇怪。我们从一开始的它是个单纯的性骚扰案件，到后来它其实有一个标签问题，对不对？那这整件事情其实就标签问题跟骚扰问题就混合在一起了嘛。如果不当场拒绝是没有错，未经别人允许就不对了。那如果今天换成男生跟女生，就是又另外一件事。对，所以我认为啊，其实在这件事情的讨论上面啊，有很多人应该要先做第一件事情，是要先把性别歧视或者是标签歧视先拿掉，再来讨论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带着性别歧视或带着标签歧视来讨论这件事情，基本上它就不公平了。对，所以大家现在看网上的很多舆论啊、讨论啊，甚至你自己一定有很多想法，你先来判断一下，你到底是不是有性别歧视在里面？认同吧？认同。好，我觉得啊，虽然你认同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不认同我的说法。对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。好嘞。今天呢、针对这个内容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法是什么哈，所以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观点，听大家的意见，所以我们发起一个投票。好的。你认为哪一个选项？你在我们留言底下打上 A、B、C、D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 A 是什么。A， 你认为不论人设标签如何，都应该要遵守着不当场拒绝没有错，未经允许碰触别人身体就是不对的。B 是什么？得看过去这个人是不是惯犯，才能做判断。对。C 呢，就是男生碰女生就不行，但女生碰男生我可以接受。D 是其他，我有不同的想法，但也麻烦请大家留言，什么是你的不同想法？对，请你们把你们的想法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观点哦。
所以你知道，好朋友聊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啊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包容不同的角度跟观点。好，那建立我们立体化的认知架构，提升更高维的眼界。是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，可以怎么样？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对，应该说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，你可以点赞；不爽我们、不认同我们，你也可以倒赞。但是要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是什么。对，不然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内容，每个人都按赞，按到最后我都觉得你们是我虚伪啊！你们是我的拖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来？就是我的水军这样好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不同意见，你们按倒赞，我也希望听到你们不同的声音。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讨论，分享你的观点，也可以在我们这边投票，然后发表你的想法。我们这边是言论自由，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大家。对，我们都尊重每个人的想法。没错，哪怕你想要给我们一些建议，我都虚心接受。没错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啊，也能够帮助你身边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，也请你分享给他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很喜欢大家跟我们讨论一些不同的议题，所以大家有什么新的议题或者新的想法想跟我们聊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订阅我们频道可以获得什么？频道收益的20%。对，那我们分享给大家。对，详细的内容啊，请看一下我们文字下方的内容，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今天这个节目就应该算是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结论，只是提出了另外一个维度的思考给到大家。但最后我想要讲一个部分，就是不管鸡排妹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她是不是被害人或不是被害人，我就假装她是被害人好了。我觉得她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，本来就应该要为自己的权益或自己发声，就是应该要她也给很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人很好的典范，勇气可嘉。对，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勇敢、带着勇气去面对它。没错。逃避只会让更多的受害人遭受伤害。没错。好，下一次我们的内容会在聊什么呢？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